2022年12月，我买了一台国产的奇瑞瑞虎8 Pro 2.0T 风暴4驱版。当时买它主要是出于以下两个目的：一，想试一下国产车性能和质量到底怎么样；二，想试一下四驱 SUV 能不能覆盖我的大部分使用环境。到现在，这台瑞虎8 Pro 已经开满1年了。这1年出个天南海北的跑了半个中国，总共行驶了67587公里，各种极端路况都体验过了。到了做一个全面总结的时候，也正好借此机会让大家感受一下国产 SUV 发展究竟到了怎样的程度。熟悉初哥的朋友都知道，初哥之前开飞了2台吉姆尼，是不折不扣的重度越野爱好者。我又喜欢走长途，但在30万公里加的行驶过程中，开吉姆尼跑长途实在是要命，特别是如果经常往新疆西藏跑，长途开下来，吉姆尼 1.3 羸弱的动力能把腿开到断。所以当时我决定选一台国产的四驱 SUV 来体验一把。很多人问初哥为什么没有选择国产越野，原因有3：一，初哥的预算有限，坦克300的话超了 ，BJ40 在选择范围内，但和吉姆尼相比改变不多，越野通过能力还没有吉姆尼好。2，纯越野油耗高，而 SUV 油耗低，对于经常跑长途的初哥来说，1年能省下不少钱。3，也是最重要的，从长期越野的经验来说，我觉得四驱 SUV 对于我的使用需求来说，基本上98%的路况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舒适性、动力和燃油经济性均衡下来，让我觉得选择国产四驱 SUV 没有问题。也正好借此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对国产车的看法，以及对我这种需求四驱 SUV 会不会存在不足。因为预算有限，所以选择在15到20万这个级别的四驱 SUV。当时主要看了几款国产竞品，最后选择了这台奇瑞瑞虎8 Pro 风暴4驱版。原因有3：一，四驱价格够便宜；2， 2.0T 发动机动力好；3，初哥是安徽人，支持安徽制造。买下瑞虎8 Pro 后，2023年1月份过年，我就开始了这台瑞虎8 Pro 的长测之旅。第一个目的地是海南，在海南文昌的沙滩上和远道而来的朋友撒欢时，就遇到了第一次现车。这次现车一点也不冤，因为同去的另外2台车，带低速四驱的爆改牧马人，还有50的 D-Max 皮卡也同样现住了。最后还是靠牧马人上的绞盘，连拉带拽，先让 D-Max 脱离了困境，然后再把牧马人和瑞虎8 Pro 给拽了出来。当时3台车进沙之前都把胎压放到了 1.1 bar 左右，在这种情况下靠自身动力脱困都比较艰难。在频繁给大脚油脱困的情况下，瑞虎8 Pro 和 D-Max 的变速箱都给出了过热报警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把瑞虎8 Pro 的变速箱给开出了过热报警。不同的是，瑞虎8 Pro 的变速箱过热报警后，表现在行驶上是还能动，但动力输出受限，而 D-Max 的爱信 6AT 直接锁档不能动了。当时瑞虎8 Pro 放着凉了3分钟，警报就解除了，而 D-Max 则是凉了将近20分钟，动力输出才恢复。经此一线，我对瑞虎8 Pro 2.0T 的这台上汽代工的7速双离合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。在这样高强度的越野脱困时，双离合确实容易过热，但相比 D-Max 的那台爱信 6AT 却又表现更好。这种极限的测试让我对今后进藏的穿越里程有了一定的信心，因为之前没有开过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车，更别谈拿湿式双离合去越野。再加上网上传言湿式双离合不适合越野，都让我对湿式双离合的可靠性、稳定性充满了疑虑。但是在这种自己熟悉的高强度越野工况下跑了一次，经历了一次变速箱过热，再加上和拥有低速四驱爱信 6AT 的 D-Max 对比一次，疑虑就消除了不少。海南过完年后，又往广西、云贵、四川跑了一大圈，回到合肥时已经13000公里。这一趟除了在海南沙滩上和土路跑了跑越野，基本上都是公路行驶，算是对瑞虎8 Pro 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。接下来就迎来了3月份第一次进藏。进藏前在合肥换了健大开尔608的 235-55R19 的 AT 胎，比原车的马牌 UC6 的 235-50R19 的静音公路胎大了1圈，但还好不曾沦为。这套胎综合下来100公里油耗比原车胎高1升到1.5升左右，噪音特别大，跑8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几乎比原车胎跑120公里每小时时速的噪音都要大，而且在湿滑的铺装路上抓地力也没有轮胎好，容易打滑。优点就是在非铺装路的越野土路、泥路的抓地力更好，更不容易打滑，而且由于胎壁厚的缘故，更加耐造，更不容易漏气爆胎。这趟进藏从合肥出发，第一站就去了当时在湖南常德石门县的网红新成佛坡。成佛坡一共有3个，一个是2022年最老的那个成佛坡，第二个就是我当时挑战的新成佛坡，又叫达古岭四驱坡。后来到2023年中，王成佛又去长沙附近搞了一个最新的第3代成佛坡。
这3个坡中最难的就是我去挑战的第2个乘风坡。这个坡由2个坡度很大、带拐弯和交叉轴的坡组成，对车的动力、通过性、司机的技巧和胆量都是很大的考验。这也造成了这个坡运行了不到半年就废弃了，太难上了。目前纯油的城市 SUV 只有之前一台 3.0T 的保时捷凯宴，还有我这台瑞虎8 Pro 2.0T 上去过。如果算上混动的城市 SUV， 也只有拥有大扭矩电机的比亚迪唐爬上去过。其他能爬上这坡的都是带有低速四驱扭矩放大模式的越野车。也正是因为这次挑战乘风坡成功，给我吸引了一大帮奇瑞的粉丝，关注我之后的进藏行程。大概是老天要考验我，这次进藏行程中充满了各种曲折。这次进藏走的是最烂的一条路线，丙察左，从云南的丙中洛经西藏的察瓦龙乡，最后到达左贡县。到察瓦龙乡后，先去梅里雪山的后山贾英村转了一圈。去贾英村的路都是土路，要翻越一座海拔4500米的高山。当天还下着大雪，我和一台普拉多、一台坦途组成了车队向贾英村前进。去贾英村的路上有一段泥巴路，原先要跟着我们的4驱奔驰 GLC 300死活打滑过不去。 GLC 300上的一对小情侣没办法，只有坐上我这台瑞虎8 Pro 才完成了去贾英村的心愿。最惊险的是从贾英村翻回来的路上，正好赶上了山上下雪，从山顶往回返时遇到几个大坡度胳膊肘弯，车身比较重的普拉多和坦途都打滑的厉害，不得已只有用锹一点点挖土垫在雪上，一点点往下慢慢的出溜，艰难的下山。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一点点慢慢下，等普拉多和坦途过了这个弯，已经天黑了，山上还在飘着大雪。而瑞虎8 Pro 也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，跟着2台硬派越野走完了返回察瓦龙乡的路程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到了察瓦龙乡，和带队的普拉多哥们聊了起来。他坦言刷新了对瑞虎8 Pro 这台国产城市4驱 SUV 的认识。这个瑞虎8 Pro 其实挺不错的，很厉害。换个 AT 胎之后，冰雪路4驱也很厉害，完全不带打滑的，弯道也特别的稳，一直跟在我们后边也是紧紧的不掉队，也特别好。而且冰雪路面的话也特别的厉害。而经此一役，我对瑞虎8 Pro 的信心也开始建立了起来。第2天从丙察左县前往左贡，早上10点出头我才出发。前面已经有一大群越野车早早出发了。丙察左线比著名的丙察察还要险，全程炮弹坑土路，很多路段还是险峻的林崖路段，海拔也是从察瓦龙乡的2200米到达了左贡县邦达镇的4400米。在如此险峻的路况下，我开着瑞虎8 Pro 一路超车，下午4点多超出前面所有的早出发的车队，第一个到达了318国道上。这里我提到在烂路上跑得快，并不是因为觉得自己车技好而洋洋自得，而是因为在同样的烂路下，速度越快，车辆零部件受到的冲击越大，越能体现出一台车的质量和可靠性。同样的，在烂路上能速度越快，车辆的操控性自然也就越好。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上，瑞虎8 Pro 的这台 2.0T 的发动机动力拥有出色的表现。无论是在丙察左这样的险峻道路，还是在318国道海拔4500米以上的上坡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着其他车慢悠悠的爬坡，而我只要轻给油门，瑞虎8 Pro 就能很从容地完成超车。我觉得无论让我用多少的溢美之词形容这台奇瑞的 2.0T 发动机都不为过。之后就是一路318国道到达拉萨。春天拉萨河谷的风景让人一路流连忘返。在拉萨进行了检修，一路过来虽然在新城佛坡、贾英村、杜江72拐的满是炮弹坑的铺装路上开的都比较狠，托底了好几次，再加上丙察左线和318国道上一坑一坎不减速一路狂奔，除了在新城佛坡有点外观损伤，底盘和车身竟然都没有问题。在拉萨休整了2天，准备穿麦地卡湿地去比湖县，然后走川藏通线会。没想到在麦地卡湿地里遇到了最大的考验，因为遇到了暴风雪。麦地卡湿地是一条满是炮弹坑搓板土路的越野穿越路线，穿越路段长120公里，全程海拔5000米，对车辆来说是很严峻的考验。在进入麦地卡湿地之前，天上就飘起了小雪，但一路开起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。穿越到1/3时，降雪陡然增大，于是有了第一次陷车。陷车后在雪地里来回大脚油门脱困，结果没一会水箱就高温了。有很多朋友看到水箱高温就觉得是不是车可靠性不行了，事实并不是这样，因为在雪地里来回大脚油脱困已经和沙地里情况类似，属于极限越野的范畴。再加上麦地卡湿地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，而散热水的灌装是在平原进行的，密闭的散热水管路上高原后气压已经比正常要高出了许多，在管路里形成了气阻，造成散热水无法流动。我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，就是没有在高原高强度越野前先冷车打开散热水管路进行放气。如果上高原后放过气，大概率就不会有这次水箱开锅了。
此时外面的温度是-5度。我打开机盖冷车20分钟后，觉得散热管路应该冷却的差不多了，没想到滚烫的散热水在管路高压的作用下立即冲开水箱盖喷涌而出，幸亏我反应快，才没有被严重烫伤。幸好车上备了比较多的矿泉水，等散热水喷完后加了7-8瓶矿泉水继续前进。打开水箱盖排除了散热水管路里的气阻后，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水箱开锅了。继续往前走了不到1公里，发现积雪太深又陷车了。之后铁锹挖了半天，不断大脚油左冲右突，加上我和同行的小伙伴李丰玉使出吃奶的力气推车，才逃出了这块陷车区域。在平凡的雪地大脚油脱困的过程中，又遇到了变速箱过热的警报，这也是第2次遇到变速箱过热警报。上一次是在蚊香的沙滩上陷车来回大脚油吞困时。这2次变速箱过热警报也是我遇到的唯2的2次变速箱过热的情况。2次都是超出了这台车的设计使用范围，属于极限越野工况才会发生的。第2次陷车脱困后，当即决定不再往前走了，立即原路折返，在茫茫的大雪中返回麦迪卡乡，再顺着 S305 省道往腊曲方向前进。由于雪太大，必须得立即穿回去，所以开得比较快。不知道在哪儿是磕到了轮毂，直接把右后轮轮毂干裂了一条缝，轮胎开始慢撒气。好在坚持跑到了腊曲，找到了补胎店，才发现是轮毂坏了。幸好临走前准备了只18寸轮毂的备胎，换上后才没有耽误后来的行程。当晚开到了317国道上的索县，回程的路上又路过了著名的资珠寺，在这里给瑞虎8 Pro 留下了它最威猛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。之后就是一路国道回到了合肥，去安徽瑞正 4S 店做检查，底盘上剐蹭的痕迹触目惊心。临走前换装的锰钢发动机下护板已经瘪了，右前轮在颠簸路段有个噔噔噔的响声，前后侧围擦伤了不少。最后换了一块发动机下护板，更换了右前轮下支臂的小吊杆，外观件也做了修复，就没有其他问题了。对于我这种拿城市 SUV 当硬派越野车时的开车强度来说，只更换了一根下支臂小吊杆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。因为之前开吉姆尼进藏的旅程中，回来总是要大修一番，轮毂轴承各种油封、橡胶衬套总是要坏那么几个，特别是羊角油封，基本每次进藏高强度驾驶后必坏。我当时也做好了更换瑞虎8 Pro 油封的准备，毕竟一路上的坑坑坎坎我都是一点不爱惜车给油加速过的。没想到底盘基本没啥问题，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。这次进藏后我发了一系列视频，奇瑞也邀请了我参加4月份的上海车展，为奇瑞站台当志愿者。因为这一趟的进藏体验，我对瑞虎8 Pro 有了很深刻的认识，我也觉得这是一台非常不错的车，于是接受了奇瑞的邀请，参加了上海车展为奇瑞站台。到了6月份，我又开始蠢蠢欲动了。这次进藏准备走新疆进藏，走新开的穿越羌塘的216国道，还是走比较成熟的219国道，当时还没想好，于是先干到新疆和田再说。6月中旬，我从合肥出发，沿河西走廊到达敦煌后，沿 G30 连霍高速进入新疆，一路路况都很好，觉得没啥意思。直到要走京伊木道的穿越路，翻越天山到达伊宁。京伊木道又称碎叶道，是西汉下嫁乌孙和亲的解忧公主翻越天山的通道。一路上遇到了不少穿越的越野车队，一路托底超车，还没穿出去就听见底盘下发出噔噔噔的异响。到了伊宁后去 4S 店，发现排气管中段磕瘪了，排气管直接贴到了底盘上，才发出了如此的异响。在 4S 店用撬棍临时把排气管往下别了别，终于异响没有了。到了喀什后发现前面刹车异响，去 4S 店检查，发现是前刹车片已经磨得差不多了。这时瑞虎8 Pro 已经开了44000公里。4S 店的小伙直说我开车太狠了，一般瑞虎8的前刹车片跑到7万公里才换，我的5万公里还没到就磨成了这样。到了和田后，同车的小伙伴走了，我又恢复了单人单车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在民丰县的加油站买了3个油桶加满了，走216国道穿越500公里羌塘无人区去西藏。虽然216国道一路上都是比较好的柏油路，但是当时新疆和西藏交界的那段在修路封路，必须得下道绕行。下道的地方海拔接近5000米，边上是一个大坡和烂泥路，非四驱车基本就是大滑，很难通过。特别是最后上路基的那个小坡，如果2驱或者4驱动力不够，基本就是上不去的。从照片上看着这个坡不大，但因为下面基本都是烂泥，比较滑，而且最低点是在 V 型沟的最底部，没办法冲，否则很容易把前后包围磕坏。只有慢慢下到 V 沟的最底部，再凭借动力克服打滑慢慢爬上去。而且这里是海拔5000米的高原，车的动力特别在起步涡轮还没有介入时会有一定的衰减，我爬上这个坡都感觉有点吃力，最后好在有惊无险的上来了，继续走柏油路往前前进。这时虽然天还没黑，但已经接近夜里10点了。开到前方不远的黑石北湖，从路边的陡坡下到了湖边的戈壁滩上，
在车里露营一宿，从1300米海拔的鸣峰1天内上到了5100米海拔的黑石北湖，然后在封闭的车里露营，一宿都没睡好。早上醒来还好，只有点轻微的高反，头有点晕乎乎的感觉，但不是很厉害。在黑石北湖边看到了壮美的日出。其实我在这里担心的并不是高反，而是担心回到路基上会不会有问题。瑞虎8 Pro 的4驱和动力能不能爬上路基边的陡坡？上路基的陡坡有接近2米高，是由2个坡组成的。第一个坡满是尖利的碎石，第二个坡是紧接着一个坡度更大的护坡。在这里，第一个坡不能冲，否则底盘和轮胎很容易被碎石刮坏。只有慢慢过了第一个坡，然后再发力冲上路基。但凡动力有一点不够，或者限滑能力不行，都很难上去。之后的路一直到改则县城都很好走了。216国道是一条特别美的国道，强烈推荐大家有机会走一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216国道新疆鸣峰到西藏改则段800公里没有加油站和任何服务设施，走之前一定要准备好备用油、食物和饮用水。而且这里大部分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，如果你高反比较厉害，那一定要小心。绝大部分人都是从西藏改则往新疆鸣峰走，因为这样走海拔是下降的。如果像初哥这样反过来走，海拔是急速上升，所以身体素质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注意。在改则住了一宿，沿着阿里大北线往东向腊曲方向前进，一路上路况很好，景色也很不错。过了里马线后，遇到了修路单边放行，前面的车堵了一长排。这时看卫星图，边上有一条穿越的土路，让这4驱和 IT 胎选择下道绕行，在一望无际的高原土路上飞驰的感觉真好。终于绕过了堵车路段。由于先前对瑞虎8 Pro 2.0T 的动力和4驱能力有了深刻的体验，后面就多了很多这种下路基浪的情况，上路基就和玩2似的，根本不用担心下去了上不来。到了腊曲后有2种选择，一种是走109国道直接去拉萨，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走317国道到比如县，然后走3月份没有穿越成功的麦地卡湿地穿越路线到拉萨。果断选择了后一条，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。进入麦地卡湿地前一天，比如县下了暴雨，刚进入穿越路线就发现了不少塌方和成片的泥水路段，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。从比如县的4000米海拔上升到了麦地卡湿地的5100米海拔后，倒没有多少雨水了，只是路上一路都是炮弹坑搓板路，丝毫不惯着，一路上以50到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穿越。11点30从两曲乡进入穿越路段，15点34就走完了这120公里的穿越路段，来到了麦地卡乡。之后就上水泥铺装路了。出麦地卡乡时，在一个桥头有一条沟没看见，狠狠地蹲了一下。本以为没事儿，因为一路都是在炮弹坑搓板路这么蹲过来的，当时也没在意。没想到过了不到20公里，机油报警灯亮了，提示机油液位低。停车趴车底一看，油底壳给干漏了，机油洒了一地。这下完球了，立即找保险拖车。第一天下午4点半报的保险，拖车第二天早上6点半才到。由于机油漏光了，没法打着车取暖，硬是在海拔4000米、零下4度的野外披着一层薄毯子冻了一宿。第二天早上6点半，拖车姗姗来迟，下午2点半才把我拖回到了拉萨。直接去拉萨的 4S 店检查，发现罪魁祸首是一块卡在了底盘护板和油底壳之间的石头。这块石头不仅把机油滤芯给磕了一个洞，造成了机油快速漏光，也把油底壳给磕坏了，再慢慢渗油。幸好拉萨的 4S 店还有一块油底壳的备件，2天时间帮我换好了油底壳。这趟走的实在有些累，在拉萨休整了3天，就从318国道去了成都，然后走高速直接回了合肥。这趟下来，除了油底壳和排气管磕坏了，就是左前轮的轴承出了异响。在拉萨更换后，异响消除。在路上还换了2块发动机下护板，新疆喀什一次，拉萨一次。回到合肥后，发现除了排气管中后段被磕坏了外，油箱也被托底磕变形了，可见这一路上开的有多狠。最后全给换了。这趟回到合肥，这台瑞虎8 Pro 已经跑了51000多公里。到那时为止，底盘件除了磕坏了一个油底壳、排气管中后段、油箱隔热瓦以及前后包围的外观件外，跑坏的只换了2个件。第一趟进藏回来后换的左前轮下摆臂上的小吊杆，还有就是第二趟进藏在拉萨换的左前轮轴承。之后我又在8月份跑回了一趟海南，然后去云南兜了一大圈回到了合肥。11月份又去了一趟内蒙鄂尔多斯，然后又经北京去了趟乌海，最终回到了合肥，里程数也定格在了67587公里。在去内蒙的路上，途经太原时发现后刹车异响，去太原的 4S 店一查，发现后刹车片也给磨秃噜皮了。剩下的就是6万公里时换了变速箱油，64000公里时在太原换了火花塞。车过了55000公里后，
感觉急加速时动力打滑。当时怀疑是变速箱摩擦片有点换挡打滑，以为是双离合变速箱被我造得太狠，是不是摩擦片快要不行了。后来到了太原 4S 店换刹车片时，闲来无事看到了边上的瑞虎8的保养列表，上面写着3万公里就该换火花塞了。我跑到了64000公里才注意到了这事儿，于是换完后刹车片后就顺手换了一下火花塞。换完火花塞后，急加速动力打滑的情况竟然消失了。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变速箱的原因，没想到是火花塞超出了1倍使用里程造成的。最后总结一下，到现在更换的零部件为：常规更换44000公里前刹车片2片，正常更换里程为7万公里左右；6万公里变速箱油，正常更换里程为6万公里；64000公里后刹车片，正常更换里程为10万公里左右；64000公里火花塞，正常更换里程为3万公里左右。磕碰损坏更换：前后包围若干，排气管中后段、油底壳、油箱及隔热瓦、发动机下护板。质保索赔更换：右前轮下摆臂小吊杆，左前轮轴承。对于我这样的暴力开车风格，只有2个小零件出现了问题，需要质保索赔更换。我觉得瑞虎8 Pro 2.0T 的质量实在是没话说。有很多人问我，李老师这么吹瑞虎8 Pro， 难道它没有什么缺点吗？当然有，比如跑到120公里每小时时速时静音性不够好，比如 HUD 抬头显示信息比较简单，比如 L2 级的自动驾驶在高速行驶时车道保持容易脱离锁定，这些都是缺点。但问题是在15万级别的价位，你还能指望它的这些功能和25万以上级别的车去比吗？至少在20万级别的价位，瑞虎8 Pro 2.0T 4驱风暴版可以说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存在。脱离了价格去谈优缺点，基本都是在耍流氓。67000公里狠狠跑下来，我明白了我们的国产车质量和性能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。单就瑞虎8 Pro 2.0T 的这套动力总成，让我在新疆、西藏、云贵川的山区中可以上坡轻松超车，而它的这套4驱系统也让我屡屡可以挑战比较严酷的用车环境，这些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最后说一下油耗，大家要知道我的平均油耗都是在换装了 IT 胎、大脚油门、大脚刹车，包含了很多越野穿越路线的情况下测得的。奇瑞的 APP 显示67000公里的平均油耗正好是10个油。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问，这是不是快乐表啊？那这时就要给大家放我自己用小熊油耗每次加油记录测得的数据了。小熊油耗的数据测算下来是 10.07 个油，和奇瑞 APP 的数据基本一致。其中 17.62 升的最高油耗就是第一次进藏冒雪去贾云村那次开出来的，而 6.56 升的最低油耗是穿越216国道羌塘无人区时匀速80公里定速巡航开出来的。这个油耗还包含了从海拔1300米爬升到海拔5100米的几十公里的长上坡路段。所以大家觉得这个油耗怎么样呢？在本视频开头提到的那几个问题，现在我已经有了比较真切的答案。第一，就是我们的国产车无论是质量还是性能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了，而且性价比也是相当无敌的存在。第二，就是就我用车的需求而言，城市4驱 SUV 基本能够满足我的绝大部分需求，而且舒适性和经济性比硬派越野都要好。相信我们的国产车会越来越好，我也希望能够把更多更全面的国产车使用体验带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给出一个3连加关注哦。